美国海军进行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把1/3的攻击核潜艇部署在亚太，这是准备与谁打仗呢？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美国呢，它的海军呢，刚刚搞了一个40年来最大的这个军事演习啊，叫做这个海上大规模2021啊。它为什么就是说40多年来要搞这么一个大规模演习呢？因为它前段时间呢，刚把它的这些核潜艇，还有就是包括攻击性潜艇啊，还有战略导弹核潜艇啊，一下拉出来了1/3啊，起码10几艘在太平洋进行部署。当然，这个部署呢，我认为它是为了解决就是它预料要出现的一段航母空窗期，因为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啊，一方面要进行这种就是加装 F-35C 隐身战机的改装，因为你要舰机合同，就是要把这种隐身战机和航空母舰啊。这个军舰要进行配合，所以呢，这叫舰机协同。你这个时候它是没法执行真正的值班任务的，因为这个飞机到底好不好使，怎么使，它还没有数，所以这个航空母舰就被拖住了。还有呢，它从阿富汗撤军，它也要动用航母在那块警戒呀，或者把一些这个兵力啊，万一发生问题的话呢，赶紧的支援呢，它也要航空母舰。还有呢，就是中东问题，现在这个包括伊朗啊，他认为这些。谈判也在进行中，也需要这个武力进行威胁啊，作为支撑啊，所以也需要航母。那既然如此，美国哪还有那么多的航母供它这个使用呢？所以会出现空窗期，所以它前段就搞了一个就是这个潜艇的大规模的演习啊，说看看到底这个潜艇能不能管用。因为潜艇它派出来之后，它藏在水下，你不知道它藏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藏了多少，所以呢，它既可以执行核打击任务，又可以执行这个常规打击任务。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可以发射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也可以由海向陆，所以它是来顶替它的航母空窗期。但是这次呢，它执行的是大规模演习。这个大规模演习啊，它动用的这个海军的兵力啊，面很广，既有水下的潜艇，还有水面的舰艇，包括航空母舰啊，而且是搭载了 F-35C 这样隐身战机的航空母舰。还有呢，就是它的航空兵啊，就海军航空兵，既要有这种就是预警机，还要有这种反潜的巡逻机，还要有固定翼的这种战机，还要有加油机。那么海军陆战队呢也要参加。那么从具体的这个就是地域上来看呢，它是这个17个时区的部队一块动，因为地球一共就分成了24个时区，它现在17个时区可以说包含了或者包括了大半个地球。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在这次演习中不但是动用了这个战斗部队，因为你比如说，第2舰队、第3舰队、第6舰队、第7舰队，这都是有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这种部队。它还有个第10舰队，第10舰队实际上没有军舰，也没有飞机，它是网络战部队，所以它是把这种网络战部队也给动用起来。那既然有水下、有水面、有空中，还有网络，也就是我们讲的电磁空间，那一块动，那显然打的是一种大规模的联合的这种作战，而且呢是体现了未来的信息化的作战，所以它进行这样一个演练。那么说这种演练它体现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呢？或者是说美国海军到底想干什么呢？那如果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是中小国家，那美国它根本就没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呀那你这么多的兵力去对付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它根本就用不着对付一个中小国家也用不了这么多兵力，那搞这个演习干什么？显然是要搞大国竞争，是要搞大国对抗。所以对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它既在欧洲方向有兵力部署，在亚太方向也有兵力部署。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你这个演习意图非常明确，不就是对着中俄吗？因为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是有比较多的兵力，但是美国它在
欧洲方向，它有北约呀，它有很强的军事盟国呀。可是，在亚太地区它可不行了，亚太地区它只有就是日本和韩国两个这个军事盟国，那他们的这个能力要想对付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两个大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美国呀，它这个演习还是要演练，就是大国的对抗。那么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演习中啊，除了正常的部队以外，它还大量的使用了就是无人的装备，比如说在水面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海上猎人，因为它是跟踪你常规潜艇的啊，这种装备，它没有常规潜艇啊，它要用这种就是无人的水面舰艇去跟踪你的这个常规潜艇，因为在近海近岸的时候呢，它的核潜艇体量非常大，容易暴露。而且呢，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所以他要用这个无人的艇。还有呢，就是像这种无人的潜航器啊，因为下潜的比较深，而且美国在考虑什么呢？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偷偷跑到其他国家的军港附近呢，或者领海里面呢布雷，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在战时时候对你进行封锁呀。这无人潜航器你又看不见，所以无人潜航器也加进来了。还有就是隐身的战机，过去没有隐身战机，都是 F-18大黄蜂啊，那不隐身。现在呢，他把这个 F-35C啊也给加进来了，所以隐身的战机也上来了，包括 MQ-25这样的黄鲷鱼加油机啊也上来了，所以它是在演练一种什么呢？就是在装备上要甩开对手。你看，你没有这么多的无人装备吧？你没有隐身的这种装备吧？那美国有啊，所以它就可以形成一种所谓这个作战装备上的这种优势。所以通过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它要检验一下美国的海军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里边实施对这种对手的威慑或者是军事行动啊，它要进行这种检验。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